娱乐圈永远不太平，空降而来的王一博果然是话题之王。王一博在这街舞被批，跟着又在冰与火被笑，那么王一博如何反应呢？王炸姐姐赵丽颖也没闲着，姿色平平的杨紫被意图勒索的狗仔盯上后，赵丽颖顺带着王一博一道被拎了出来，类比视角永恒359度的深问我，真的是想笑。因为上半年人人都小心翼翼，唯恐被社会主义铁拳盯上，结果下半年的气氛一松脱，大家就一同玩脱了。王一博原本好事连连，左右开弓的架势已经大开，结果现在左右手先要腾出来去应付黑粉们的蠢蠢欲动。毕竟连一向谨慎小心、有人保驾护航的易烊千玺都能被人轻易的把好事整成了坏事，胡辣汤二番也是弹指一轻松的事情。有人生来就在骡马，有人生来就是牛马，这就是人生的无奈，没得选择。可以选择的就是团队的干活和应对的态度了。8月12日，这就是街舞最新一季举行了线上直播发布会，新一季的队长韩庚、刘雨昕、李承铉、王一博亮相，现场大聊新一季的街舞话题，跟网友积极进行互动。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室内灯光原因，还是直播没有滤镜，几个队长看起来都有一些疲惫感。韩庚和李承铉两个人黑黝黝的，一个夏天过去，感觉两人似乎晒黑了不少。女队长刘雨昕倒是状态还可以，就是这几位队长居然都默契地穿上了厚衣服，这就为不少话题和尴尬埋下了伏笔。其实个中的原因，深问我一眼就能观七，哪有那么搞三搞四的设局麻烦。总之，怕热的王一博更是又穿着衬衫，又穿着毛衣，让人看了直呼也捂得太紧了吧。看看这衬衫加毛衣，王一博脸上都油光发亮了，个别摩托姐姐也跟着一块喊热。穿成这样，现场居然还要进行大量需要跨步参与的舞蹈动作和互动，于是乎王一博显得很吃力。肉眼可见，穿着厚厚上衣的王一博，最要命的是他还穿着一件设计另类的裤子。这条裤子的特点是腰部有2条裤腰，同时也有2条裤带，把王一博整个人的比例立马就缩短了一半。而且这个裤子还是某奢牌女装款，虽然宽松，但设计始终是女款，显得本人腿短外拽，导致王一博现场展示舞蹈动作时被束缚了一大半，完全施展不开。于是乎，有些粉丝跟着起哄说，王一博总是很爱这些奇奇怪怪的裤子。2020年就在这届发布会穿了个半拖到胯部的裤子，显得腿短又奇怪。而且这个裤子不仅是女款的，还是全球首穿。果然，时尚这种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懂。说起来，王一博一直酷爱穿女装，之前这届的宣传就穿了某奢牌3万块的外套，结果下身搭了一件粉色紧身喇叭裤，被群嘲又土又村。这点深问我早就聊过了。品味这东西，总有人看不懂，也总有人瞎咋呼。很显然，明星穿的衣服都不是随手而来，背后都有商务考虑。比如王一博如此爱穿女装，也是因为这些是一线大牌，如果效果好，最终拿下大牌认可，从而获得大使称号，甚至是代言，也是常有的事。说回王一博的状态，这次直播因为没有滤镜，导致各位队长都被放大镜了。特别有人说，王一博本人看着不仅浮肿，还有一些疑似发腮了。发腮是指随着年龄增加，脸颊会出现赘肉感，很多明星会面临发腮的尴尬期。不过才25岁的王一博就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有些过早了。于是也有人解释说，这可能也跟他本人缩鼻翼有关，法令纹就因为缩鼻翼加深，而脸颊肉感十足，也不能说是完全发胖的缘故。毕竟他本人因为拍戏需要，也一直在健身，从脖子的粗壮就能看出，平时没少举铁锻炼。当然了，黑粉最嗨的就是有人更是联想到手术刀了。有人笑曰，可见医美这种东西风险也是很大。王一博真的是稍微休息不好或者状态不佳，就会全部显示在脸上。只能说，明星也是跟普通人一样，熬夜会有黑眼圈，累了会脸垮，加之各种长时间带妆，以及老是被人找到话题和讪笑的医美之伤，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话题满满的后遗症。所以说，当王一博某个好事临到的时候，某个麻烦就会被拿来说事了。当冰与火全城热议的时候，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发布会，就能让王一博的穿搭再次引发争议。目测范围内，衬衫叠加毛衣外套，
配上一条花裤子，再次让大量负面的话题找上了门了。要说王一博的造型师实在太猛的话，其实肯定是冤枉了，因为王一博的身材就是一个不是不知道，一时吓一跳的大号衣架，外加王一博本身就是一颗永恒尝鲜的少年心，每次街舞发布会的裤子都能惊掉群粉的下巴。这2天的王一博频繁上热搜，传来的都是好消息，新剧开播，新代言预热，新剧开拍，街舞都来了。您说这些连串的好事能让黑粉们安心吗？所以杨紫出事，王一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为什么没人敢骂王一博的靶子。同样的，不懂时尚的人们一起起哄王一博乱倒腾时尚。原本王一博的身材比例是很凸显衣服气质的，这次的穿搭玩出的不同，就让一些人开始一言难尽了。光看上半身，衬衫加驼色毛衣，看起来还中规中矩的，整体风格很有暖意。结果下半身的裤子看起来有点迈不开腿了。于是乎，一前一后的视觉差别让视角平庸的人接受不了了。这套服饰是 miu miu 家最新的秋季系列，特别是裤子双腰带设计很有特色，只是与别不同的设计感的确容易把人的身材比例给拉成55分，立马显得不那么苗条了。问题就在这，时尚就是讲究领先、创新、尝鲜和试错的。200年前，布商里维史特劳斯为底层淘金工人设计的牛仔裤，同样也不过是粗糙和肮脏的代名词。结果呢，后来就成为了粗犷和磐石的100年时尚代言人了。这就是所谓的时尚了。因此，穿在王一博身上的设计感，无需时下的理解和外人的眼光，领先就对了。这其实就是视角永恒359度的深万我真实的心声。因此，对于一些只会亦步亦趋、熟成感官的看客而言，所有这些时尚都不是他们欣赏得来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拉垮的感觉。因此，当大部分人都在质疑王一博说，卡其色的毛衣外套看起来很保暖，在这个火烧火燎的季节穿上身，王一博不热吗？那么您的回答是什么呢？王一博这段时间的行程就是一个字：忙。忙着街舞的录制，随后就赶去内蒙拍摄微电影，连夜赶回杭州，跟着一早就赶着来街舞开线上发布会，所以整个人的状态有些浮肿，就是这位老干部的态度了。只能说，王一博的商务价值到底有多高？吃瓜客就不必多言了。王一博全身上下都是广告位，全套系的服饰给他整一身，看得出来是为了做宣传。至于这种的衣服的时尚感，就另计了。现在这条丑裤子让一些人带偏了风向，让不少人一道感受了一把别扭的味道。这么多的吐槽，您看出了道道了吗？目前为止，粉色喇叭裤、双裤腰裤子、双腰带裤子，这些只拽不收的造型已经成为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符号了。王一博的裤子让至少一半的粉丝陷入沉思了。对于没有看过《深万我深八》的人而言，理解时尚恐怕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了。此外，街舞发布会看点还是挺多的。王一博玩游戏一如既往的不作妖，对于各种的提问都回答得很坦诚。王一博热爱街舞，真的可在骨子里的喜欢，对于街舞的文化、街舞的发展都非常的了解，具体到每一位街舞舞者都能够很清楚地说出他们的特色跟出圈的比赛。特别是国外的一些街舞实力型选手，王一博为大家科普了很多，特别是 QCA 等黑 FUB 舞者，他都大胆表达喜欢。在舞蹈的领域，王一博真的自带光芒。说到这，因为裤子的缘故，王一博的延展性示范大打折扣。您看出来背后的尴尬癌原因了吗？优酷本身就是一个小心营销、大号话题的制造平台，懂的人自然懂。现在围绕王一博，不仅有《这就是街舞》第5季，还有《冰与火》。冰与火这次的空降，实实在在就是一种小心营销、大号话题的实战操练。之所以说空降，是因为冰与火此前并没有任何宣传预热，甚至都没看到定档的新闻稿，突然就上线播出，确实让人很意外。正因为太突然了，很多观众还不知道开播，这种意外其实也有好处。冰与火首播上线4集后，豆瓣影评就迅速出现了超过400条的评论，总体来看算是口碑爆了。首页5条短评，有4条5星好评。
一条3星中评。其中一位打好评的网友写道：但从前几集看，整体演员的台词、目前剧情的逻辑都不错，大家的演技也撑得住整体框架，无死亡磨皮滤镜，画面真实，加上特殊的题材很有意义。冰与火是现在最期待的剧了，希望之后的剧情越来越棒吧，以及能在一部剧里看到有质量保证的老戏骨和有实力的年轻帅哥一起飙戏，真的很爽啊。而打3星的网友主要是对王一博的演技不满意，写的是王一博可以看出来努力融入，不过演技确实差的有点多。王一博整体游离在外，扣1星。翻看其他网友评论，您同样会发现，照样有人一路吐槽着王一博的演技。比如一位打5星的观众写的是，路人觉得王一博真的挺有进步的，主要是台词方面，不知道是不是配音，但还是万年不变的面瘫。剧情逻辑观望中，这种切割式的影评算是把王一博的演技强行拉出屏幕了。平心而论，身外我该说的其实也已经说完了。冰与火整体的质感开局就非常不错，演员没有过分磨皮，用光考究，动作戏真实凌厉，拳拳到肉，场景布置、道具等都非常用心，确实有电影质感，这种感觉很干净，也很爽。剧情方面，先从一个凶杀案现场切入，后面持续开启犯罪集团和警方双方的猫鼠游戏，以及正邪难辨的人物设定，故事和逻辑都非常不错。那么，为什么总有网友会一直纠结王一博呢？为什么一直质疑王一博在剧中的表现确实是这部戏的短板呢？说白了，一方面，身为顶流明星，王一博辨识度太高，每一次出场都会让一些人摆脱不了先入为主的感觉，第一眼就直接出戏了。于是乎，老是觉得他不是陈宇，而是王一博，这就是先入为主的后遗症了。另一方面，在台词和表演上，王一博对戏的反差感依旧存在。比较典型的一场戏就是在回忆的抓捕行动中，他将吴振峰锁在房间里，结果行动现场吴振峰出现了，这是陈宇的责任。正常来说，他应该表现得着急、慌乱，但整场戏下来，似乎不容易捕捉到这种内心情绪的过渡和传递。这种内心的揣摩，的确需要上下文的理解和眼神杀的浸没。尤其是王一博在和其他老戏骨在一起对戏的时候，自自然然的会显得演技相对少感弱了一些，这无可厚非。有趣的是，这几年的影视剧有不少剧方或者演员，为了寻求极致的美感，在剧中添加一层美颜滤镜，全员大白脸，效果严重失真。这同样给《冰与火》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官挑战。因为《冰与火》作为一部悬疑剧，知道自己的重点在哪，滤镜方面基本是没有的，更多的是用打光手法来营造氛围，偏向于早期的刑侦剧风格。这样一来，演员的面部状态就比较有看点了。其中顶流男主王一博其实还是偏向于走颜值路线的，但在剧里他也没有选择标新立异，脱离滤镜去演警察，脸上的缺陷也时常被这真实的画面质感暴露出来。现场查案的时候，外面还是白天在开门的情况下，室内也有足够的亮度，这时候王一博的面部有打光的加持，所以显得格外透亮，皮肤质感也挑不出毛病，让人想要感慨一下25岁的大好年华。重点是在该剧里照样能够明显感觉到王一博的演技有所进步，这点毋庸置疑。比较典型的一场戏就是被领导数落以后，明显有些不服气，谈及到自己的心结更是百般纠结，昂着头，眼神闪躲，也有想回避的意思，但过后又坚持己见，演绎出了执拗感。第二次被领导斥责就更有趣了，因为陈宇拿到了所谓的证据，于是坚定了自己的看法，紧盯着领导想要得到认可，结果再次被撅，眼神中还有些不服，随后负气转身离去。一整个流程自然流畅。相应成趣的是，镜头给到陈晓的时候，明显能看到陈晓脸上的闭口泪沟纹，毕竟今年已经35岁，状态比起王一博这种小年轻确实是有些沧桑，但是却和他所演绎的颓丧人设格外吻合。陈晓的这种感官反差加剧了观众的代入感，看来也是用了心思。因此，王一博的《冰与火》在傅东育导演的加持下，实实在在做到了非常走心的布局和编排，特别是取长补短的那一种。现在，
王一博尚有4部电影排队当中，《长空之王》为何热烈无名，终将串起下半年的精彩和期待。在3部双男主担纲的电影当中，王一博压力较小，不扛扑爆，因为压力不会全部加诸他身上。但是我意外看好的《长空之王》就不同了，这部投资4亿、票房过12亿才不亏本的《长空之王》，已经化身成为了王一博进军电影圈的一块试金石，成败在此一举。票房支棱起来，王一博就有了足以让腰板硬起来的实际，粉丝不用再以自家蒸煮将与哪位影帝影后合作为荣了，可以将王一博票房实际几十亿骄傲地打在公屏上了。这份傲娇绝对是标志性的大突破和大翻身，这远比用合作对象和代言数量做宣传有面得多。当然了，票房支棱不起来，则可能成为群嘲对象、众矢之的，因为流量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粉丝会无限包容偶像的演技、台词、颜值上的瑕疵，但观众和路人则对他们天生有种偏见，除非他们的演技不是粉丝营销出来的，而是真真正正名副其实，有能够打动和折服自己的地方。否则，流量明星主演的影片一旦扑街的话，承受的指责和攻击是可以瞬间将人打回原形的。易烊千玺在考编一事爆出之前，他的电影无论票房还是口碑都是非常令人瞩目的，很多人都会为了他甘心情愿贡献票房的，并且大家普遍认可了他所选择的角色类型与本人的形象气质很符合，因此他的演技从大方面来说没有大的槽点。那么王一博能否复制易烊千玺曾经的辉煌，凭借一部《长空之王》在电影圈立稳脚跟呢？这个疑问将一路持续到结果开花。有人觉得电影对演员的颜值要求不那么苛刻，演技也主要靠导演的调教。王一博的演技在流量明星中不算拉胯，独立撑起一部电影的票房并不是没有可能。也有人觉得这部电影受题材、类型、剧情的限制，受众面相对较小，复制易烊千玺3部代表作的票房奇迹几无可能。那么王一博究竟会成为影坛一匹迎风驰骋的黑马，写下独属于自己的辉煌，还是剧播前营造了很大声势，剧播时毫无水花，剧播后查无此人，都是未知数。相信以王一博的实力，最主要的是年轻就是资本，年轻就有无限可能。《长空之王》成为王一博的封神之作，依旧是指日可待的。特别是王一博政治任务上身的大前提，依旧是最强的票房保证。就像深万我独家铁口的那样，王一博的事业线在今年即将成为最意外也最出彩的长空之王。如果在台海局势的升温中一道升温，那么王一博的最大彩蛋就要爆开了。当然了，这种意外还是需要先知先觉的动力的。赵丽颖和章子怡现在一起常驻一档综艺，这个安排大概率不会有变动了。这就像赵丽颖的与凤行一样，传了那么久都没有辟谣，那差不多就是接下了。深万我已经深扒过了，赵丽颖接这档综艺就是奔着章子怡去的，俩人要是合作，也算是对外释放一个关系友好的信号。赵丽颖一直很想在影圈做出点成绩，当年的大花大混战里，李冰冰算是存在感比较低的，跟章子怡也没有过太大的正面冲突，所以赵丽颖这也不算背刺李冰冰。章子怡虽然看人的眼光烂了点，之前的张雪迎和孟美岐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手头资源还是不错的，她看好的几个小年轻都捧不起来，所以转头接触发展稳定的85花乃至90花都很正常。有八卦媒体爆料杨紫与刘学义同吃一块蛋糕事件再引风波，当事人、网友与营销号三方争论再升级，甚至其中还牵扯出了王一博、赵丽颖。此前有狗仔爆料杨紫和刘学义同吃一块蛋糕，男方还曾凌晨赴女方家，疑似恋情曝光。不过当事人均时间发文辟谣，称对方仅只是自己多年好友，当时两人只是共同为朋友庆祝了一个生日，两人也并没有同吃一块蛋糕。狗血的发酵最容易恶臭，于是乎杨紫甚至还怒发2条动态，将自己与朋友的聊天记录一并晒出，表示刘学义聚会结束后便和朋友一起离开了他的家，并没有留下过夜，希望造谣到此为止。开房可以说是娱乐圈最摄人眼球、最火上浇油的文字游戏了。现在这种大火已经进入到必须转移的地步了。
有意思的是，流量这玩意有时候先知先觉也防不胜防。这2年风头不错的杨紫终于进入悬崖期了，而且有人倒霉的时候，依旧想到了垫背的人。话说姿色平平的杨紫被一图勒索的狗仔盯上，本来就是狗血互泼的同类桥段来的，但是扯上赵丽颖、王一博就是另类的手法了。当网友们一路痛骂无良狗仔张某涵毫无职业操守，只会狮子大开口的时候，大家的同情心是倒向了杨紫的。因为这个前段时间死磕赵丽颖、冯绍峰的张某涵的确也不是个东西，这点申万我已经深扒摁回了。这次大家都批判这家伙仅凭借一张糊涂便看图说话，使劲造谣。结果呢，反转再加上反转的桥段便出现了，而且烧上了王炸姐弟。因为有吃瓜网友爆料，这个肮脏的营销号居然找杨紫要钱去平息风波，结果杨紫理直气壮没有理会。随后这个造谣广泛的营销号居然紧急辟谣，坚持自己没有说谎，而且更是晒出了无剪辑的视频自证清白。于是乎剧情拉满，看过视频的网友又纷纷转变了立场态度，开始质疑杨紫为什么要说谎了。一时间风波对撞，狗血再起。网友们除了对杨紫的回应感到不满外，还有网友猜测杨紫、刘学义的风波是被拉来为谁躺枪了，而且营销号爆料时机蹊跷。于是乎重要的镜头出现了，有心人一举成功的把所有人的注意力拉到了著名的胡辣汤事件身上。最有意思的是，绝妙有心的胡辣汤4周年的词条居然毫无意外地刷出了屏幕了。胡辣汤事件的受害者是2拨人，这个烂梗申万我照样没有缺席，都一一深扒过了，所以一前一后的对比感绝对让您的舌头伸出来就回不去了。这次再次被旧事重提，闹得沸沸扬扬，终于成功的让云斐夫妇的往事再次浮出了水面。现在大家伙一股脑的第10008次的扒出了王一博、赵丽颖同吃一碗胡辣汤的视频出来了。视频中的2人虽然同喝一个碗里的东西，但是举止相当得体。当时赵丽颖是自己另外拿了一个勺子，礼貌的在王一博碗里舀了一勺，2人始终保持着合适得体的距离，相处就如普通朋友，没有过多的亲密动作。一直以来，明白人都会称赞2人很有分寸。当然了，有心人的游戏法则毕竟还是走心了，那就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了。赵丽颖和王一博在吃同碗胡辣汤时，赵丽颖没有离婚还有孩子，所以风向当中的很多网友都一致质疑说，为什么赵丽颖、王一博吃同碗胡辣汤就没什么不清不楚，而张雪迎和秦俊杰吃胡辣汤就被吐槽呢？是不是网友有些特别针对呢？还有乐于搅浑水的网友们也跟着起哄，表示说，看来娱乐圈明星对这些似乎都不太在意，所以觉得这种行为其实很正常。于是乎结论就是，同吃一碗胡辣汤和同吃一块蛋糕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杨紫和刘学义明面上都是单身，而当时的秦俊杰是有女友，以及赵丽颖是已婚。这就延伸出了一个相当复杂化的话题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异性好友之间是否该保持距离呢？这种让人误会的举动是不是尽量避免呢？搅浑水的目的其实都很简单，就是把单一事件捆绑上其他事件。于是乎这个杨紫的尴尬就成为了赵丽颖、王一博的尴尬了。说到这怎么样？视角永恒359度的申万我说的没错吧？说白了，胡辣汤事件放到现在来看，其实也没有什么，毕竟秦俊杰和张雪迎当时是在剧组那么多人的眼皮下吃的胡辣汤，而赵丽颖、王一博更是在节目上，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恐怕也绝对不会那么光明正大的在节目组的特写镜头前大玩不知所谓的暧昧了。所以明白人也都会理智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现在唯一的问题重新落到了杨紫的身上了，不知道一些人兜着圈子转移视线的操作还有没有更意外的导流呢？而张某涵一方则表示说，他还会继续放视频放真相，不死不休。申万我其实乐见这种狗咬狗的操作，因为双方的问题双方解决就对了，别掺和其他无辜的人，这手法就砸锅了。娱乐圈永远都需要雪亮的眼睛和明白的人，
否则就天下大乱了。老实说，王一博身上吸睛酷拽的裤子，要的就是模特该有的版型追求，最怕别人故意去设计某些动作了。这就像一身笔挺西服被人喊去游泳一样。恶作剧的一方，有人看到了吗？总之，申万我肯定是看到了。话说，继续深扒的话，大夏天的，各位队长纷纷毛衣秋裤穿得如此厚实，原因其实太简单了，那就是录制场地的空调开到了最大了。试问，在冷藏室工作，不穿棉袄穿泳装吗？这些小心机，居然绝大多数的人都看不穿、看不懂，这个游戏还怎么玩？视角永恒与别不同，兼具359度的申万我，只能看着一些营销号的瞎咋呼和歪风向，一嘴在醉了。